这个轴已经换过了，用个10年8年应该没问题吧？可以了。谢谢你啊，来喝点水。谢谢。你好像对木工很在行啊。以前我在高中时候就已经赚零用钱了，后来上大学之后，我很多活都干过，比如五金行啊、车行啊，还有电器行，乱七八糟的很多行我都干过。我之前好像听你说过你在修城行业打过工。我其实之前也打过很多工，那个时候我爸爸身体不太好，我们家里压力特别大，所以我就跑出去打工。但是那个时候呢，又不能靠设计去赚钱，所以就只能去画一些插画什么的。其实我们都挺像的。算是吧。不过我们俩的目的不太一样。这个你都知道？这个是连学校的门房大爷都知道。湘南那个时候有个24项男友，我们学校的人都知道。那个时候你给他，交学费，还给他生活费，还给他买什么各种包包啊，什么衣服啊、鞋啊什么的，在当时对我们学生来说都是天价。你在我们心中就是一个传奇人物。我们那时候还在想，哎，他哪来那么多钱呢？他是不是有卖不完的肾呢？浩然，你后悔吗？你有听说过一个关于企鹅的传说吗？这传说说，以前企鹅其实是会飞的，但是有只母企鹅，它的翅膀很短很小，所以它飞不起来。后来气候突然巨变，所有的企鹅都飞走了，就只剩它一只留在这儿。后来有一只公企鹅决定陪它留下来，它们要找吃的，所以它们两个一起学游泳。后来经过了很多的努力，他们终于可以在海里面找吃的。很多年以后，他们两个坐在一起聊天，那只母企鹅就问那只公企鹅：“为了我，你放弃了整个天空，你觉得值得吗？后悔吗？”想的吧。只能说爱过，都过去了，人应该向前看的，不是吗？是啊。对了，我定了一个新的宣传方案，要不要去我那边看看？好，我一会儿过去。那我先过去了，等你。好。哎，谢谢。谢谢。拜拜。拜拜。妈，你吓死我了！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本来这件事儿我都忍着不说的，可是我看你们这样，我非得问个清楚。他们两个，你到底要选谁呀？你总不能做出脚踏两条船这种事啊！我们家可不许啊，这是家规。妈，你胡说什么呀？你上次还说人家浩然一脚踏两船呢，结果呢，你这种判断没一次准的。哎，既然你说到这儿，我还正要问你呢，这个浩然跟他过去那个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他只是以为可以把过去连起来。那你刚才不给礼堂开门又怎么回事？妈，你不用管他，每次都是太惯着他了。这些天搞得我一张图纸也没画成，我今天就是不让他进来，看他还敢不敢监视我了。哎，哎呀，这孩子。
你有病啊！居然在车里睡觉。我愿意啊，不高兴咬我啊！我从来不咬脏东西的。再脏东西，还不是你都不给我开门，害我只能待在车上。那你就不能回家啊？我不要，宁愿一个人躲在车里，偷偷的哭泣。我也不叫回家。李唐，哎，你就是幼稚癌晚期，我跟你说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要待在车里。你家真挺……哎呀，你管啊！那你可以去找大罗嘛，或者你去找个宾馆住。我不要找大罗，宾馆的床配不上我。你出来没带钱啊？啰嗦。我上辈子做了什么孽，认识你这个奇葩？上去吧。上来啊！妈。某某，你刚才不是说它是我在垃圾堆里捡回来的，你才……你还想不想待了？我是垃圾堆里捡回来的。你们这是？妈，你先去休息吧。特殊情况，你就别管了。嗯，伯母，你早点休息。啊。放肆，别怪妈多事。你把小李子留在家里可以，可是啊，只能让他睡客厅。你要严格的谨记我们父家家训。我知道了，妈，你放心吧。早点休息。伯母晚安。看你可怜，今天就收留你一晚，房租我就不收你的了。你老老实实的在客厅睡沙发，除了卫生间哪都不许去，听见没？Yes 啊。哎，你要去哪？我到浩然那儿去，还有点事儿呢。这么晚了，你们两个……当然是有事儿了。你个捡回来的，怎么还那么多问题啊？那我也要去。不用了。其实我本来不需要跟你交代的，但是我现在有正事，而且不是你想的那些乱七八糟的。你别让我后悔带你上来。这么晚了，去那边要干嘛？不行。到底在搞什么东西啊？啊？我看过整个方案了，我觉得整个宣传方案还是不错的。对。我觉得这边还是有些问题。有什么不对啊？跟璀璨要传达的概念还是有些区别。这个我觉得确实应该研究一下。臭流氓！臭流氓！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可能你累了吧，明天再做。我觉得还是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。什么是我要的啊？李唐，李唐，李唐，你在干嘛呀？偷窥我？我就知道带你上来是个错误。谁要偷窥你啊？
看你个头啊！你给我起来！你脸怎么那么烫啊？太冷了。怎么了？哎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干嘛啊？真发烧了，我送你去医院吧。不用了，不是尹浩然那么娇贵，动不动就会去医院，给我喝个热水就好了啦。这个时候你还小孩子气啊？生病了就得看医生。走走走。嘘，小声一点啊，要把你妈吵醒。相信我啦，可以用毅力战胜病魔的。少废话。对了，我这里好像有你上次给我的药哎。什么药啊？就是你上次给我那个感冒药嘛。哎呦，放哪儿去了？感冒药。你在干嘛？好，跟我想说这电视好像没关。别乱动啊！算了吧，沙发太窄了，你去我房间睡吧。我这样我也好看着你。啊？那怎么好意思？男女有别，不过也没关系啊。反正那我就勉为其难的跟你去房间睡好了。反正我是正人君子。你睡房间，我睡沙发。啊？你睡沙发？那还有什么意思啊？那你几个意思啊？我是说你把棉被盖好。好了，快去睡吧，说不定盖好被子出一身汗就能好呢。你给我老老实实睡觉，听到没有？来，要不然你动一下我打一下，听到没？怎么沉？我认床，我睡得不踏实。要不我把你打晕，绝对简单高效。我是病人哎。你坐我旁边，等我睡着再走。我怎么那么喜欢你啊？还坐在你旁边看你睡着。我现在给你2条路，你要么就闭眼睡觉，要不就回你车上闭眼睡觉，你自己选。没得商量吗？你说呢？这药去哪儿了？我明明记得放在柜子里的。奇怪。你笑什么？没有。你一会儿睡觉的时候别流口水啊！要是弄脏了我的被子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我就在这里画图，顺便看着你。对不起，放肆，就让我自私这一回吧。我只想就这样安静的看着这么近的你。再偷看，再偷看，戳你双眼啊！微风吹过的一瞬间，似乎吹翻一切，只剩寂寞跟沉淀。如今风依旧在吹，秋天的雨跟随，心中的热全不退，仿佛继续闭着双眼，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。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，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。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，绿色的思念会
昨天，那个夏天，微风吹过的一瞬间，似乎吹翻一切，只剩寂寞肯沉淀。依旧在追，秋天的雨跟随，心中的热却不退，仿佛继续闭着双眼，熟悉的脸又浮现在眼前。蓝色的思念，突然间变成了阳光的夏天，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啊，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。绿色的思念，挥手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，不过一季的时间，又再回到从前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。蓝色的思谁念，长这种绿豆眼小长嘴啊？阳光的夏明明那么帅，天，要空气画成这样中。的温暖不会很遥远。哦，冬天也仿佛不再。冯部长，哎，早，坐啊，坐。还有一样菜哦。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？早餐都买好了。我待会要回去换衣服啊，穿这2个鞋去上班会很好笑。那伯母你慢慢吃，哦，谢谢。伯母那你慢慢吃哦。哎，你不吃了？我吃过了。啊，还有那个方式就不要叫他了，今天我放他假，拜拜。哎，这小子今天怎么回事儿？哪根筋不对啊？房间整理好了，早餐也买好了，是他晕了，还是我晕了？对，你等我吧，我马上回来。好，回来再说。李总，这么早就来报道，不是应该是女生一大早去李总家报道吗？报道？什么报道？我刚才吃完方式帮我做的爱心早餐，这不才出门吗？方式已经决定跟我在一起，你就在隔壁一路见证我们幸福吧。醒了，妈，哎，礼堂呢？走了。这小子昨天晚上也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，今天起得比我还早，而且把客厅都整理好了，连早餐都买了。算他识相。哎呦，你不舒服啊？啊，没有，是礼堂。昨天晚上他发烧了，半天找不到药，只能喝热水，烧了1个晚上，早上才退烧的。哦，我说呢，这小子怎么今天春风得意的样子？搞了半天，原来是昨天晚上你贴身照顾了他1晚上，对不对？没有贴身，我们离得很远的。哦，再说，要不是他生病，谁照顾他呀？他这个人认床，你让他一个人睡在沙发上，他一睡不安稳，他就踢被子，他一踢被子，他病情就加重了。哦，重点是他会一直赖在我们家不走的。平常我让你去倒垃圾，你是能拖就给我拖。昨天晚上借故出去倒垃圾，我还不知道啊，你就是找个机会下去看看他走了没走，对不对？哪有啊？最近一直雾霾，昨天晚上空气不错，我就下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，我顺便再看看星星。哦，看星星。昨天晚上大阴天哪来的星星啊？哎，你唬谁呀？
你妈是过来人，我还不知道你的心思啊。你不喜欢她监视你，可是呢，你把她关在门外，你又不忍心，对不对？哎呀妈！你呀，就是只啄木鸟，嘴硬到不行。好了好了，快起床了，早餐都要冷了啊，快点。哦。记得之前不是放在那儿的。这张也不行，不要改。My life 一直在等待，空荡的口袋，想在里面放一份爱。Why 总是被打败？虽然你在丑化我这件事情上已经接近丧心病狂，但看在你还留着我们信物的份上，我原谅你了。我还是不相信尹浩然，不过我相信你。通知你一下，从今天开始我不会再监视你了。不过漫画要全部重画，重画。期待，期待你发现我的爱，无所不在。哦，不过我倒是要谢谢你啊，要不是你拿方式的品牌来当诱饵，方式也不会进弹簧。方式没有进弹簧，我们就没有机会复合。这样好了，到时候如果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我邀请你当伴郎，伴娘也可以哦。其实我也应该谢谢你，要不是方思进弹簧，你给他带来那么多烦恼，他也不会经常去找我诉苦，让我们越走越近。如果你们真的和好了的话，你还用得着跟我说这些话吗？是不是，前男友？李总，我真想劝你一句，不要再自我催眠。你最好当方思24小时的贴身保镖。我真的想看一下，你能不能让方思回心转意。我真的很期待啊。是我男人就下来啊！李浩然，我觉得人应该都要有自尊心吧，怎么你就没有啊？这样一直缠着方式哪里好玩啊？我懒得跟你说这些，我现在很着急，我赶着去机场接亚洲区总裁，他们好不容易才对璀璨的代理。缠着方思的人是你，你这种幼稚的人，方思迟早会对你没有耐心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帮你照顾的。李唐，李唐，住手！你疯了！浩然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走，送你上去。方式，你这次你太过分了。是他。傅方式，傅方式，傅方式。尹浩然，你太卑鄙了。方思，如果不让你看到李唐到底有多幼稚，你永远不会狠下心来。他不值得你留恋，留他在身边，只会拖你后腿。
放肆。浩然，我给你炖了一锅黄豆猪脚汤，你快趁热喝吧。黄豆猪脚汤，我又没有伤到筋，又没有伤到骨头，为什么要喝这个汤？就当压压惊嘛。我放了很多的食材，你看看味道怎么样？不好喝啊？很好喝。我在想，以后你的老公和孩子肯定有口福。你知道吗？现在的女生啊，都不懂炒菜和煲汤。以后我们的孩子就不会说怀念妈妈做的菜，就会说怀念我们妈妈叫的外卖。浩然，今天真的对不起啊，你是因为我。怎么能怪你啊？其实我一直以为礼堂可以控制一下他幼稚的行为。不过算了，他应该是无心的吧。真的对不起。不要再为礼堂道歉了，你没有这个义务吧？我再给你来一碗吧。好。你没有去接成那个总部的负责人，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应该没有吧。本来我是想碰一下运气，但这么一来，乔瑞斯想要重启璀璨的计划可能又要延迟了。对不起啊，本来是因为我，结果我还连累了你，还让你受了伤。礼堂这次真的太过分了。真的没关系，我也不会怪礼堂。其实礼堂这种性格，我也不是第一次领教了，而且负责人那边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了。不是完全没机会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就班杰去查了一下这个亚洲区总裁，发现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去一些很出名的会所。最出名的会所？唉，这是最出名的会所，但是他什么时候去我就不知道了。所以我决定今天晚上去碰一下运气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他。那我跟你一起去吧。那也好，有你这个设计师一起去，成功的机会可能会更高。明明是姓尹的心挑衅我，为什么我要先道歉啊？不行，你道歉，等一下那死胖子一定会念我。道歉就道歉啊。我去开门。对不起。礼堂，别告诉我你一直在伺候他。你干嘛？你还帮他煲汤啊？跟我回去。你真是够了！我这是在帮你，要不是你的话，浩然会受伤吗？我不用你帮我擦屁股，这个家伙要装病来我家，我伺候他。不想再跟你说话了，请你出去。你看不出来吗？他嫉妒你跟我在一起，所以故意激怒我。他要你关心他，你傻吗？谁跟你在一起了？我是不会跟一个没有责任心、没有担当的人在一起的。而且这件事情你错在先，你应该跟浩然道歉。是他说话欠揍，为什么要道歉的是我？要道歉是他请我道歉。礼堂，你给我出去！你少给我装那副样子。走。尹浩然，尹浩然，是个男人的话就出来把话讲清楚啊！放肆，你别管他，但是他这样会吵到邻居的。反正出丑的是他自己。在那边装什么病啊？
哎呀，吵得邻里邻居的，别吵，有话好好说嘛。哎呀，听到没有？年轻人，消消气。别吵，吵什么？真是年轻人，消消气吧，有事好好讲。干嘛呢？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消消气吧，不要吵了，消消气吧。哪里来的人？哪里的？喂，不怕噎死自己啊？少啰嗦，再给我叫点吃的，螃蟹、龙虾带壳的都行。带壳的是吧？服务员，给他来盘瓜子儿。我要螃蟹、龙虾。没事，开玩笑。哎，食物又没有错，你别拿他们撒气好不好？那其实我也觉得你挺冤呐。那你现在想怎么样？方思现在气得半死，你又想回到6年前？就是咽不下这口气。你冷静一点，咽不下这口气，那我给你出个主意啊，去给他道个歉好吗？这也叫好主意啊！这是你脑袋里想出来的吗？要道歉，我不去，你去。道个歉干嘛啦？是我男人嘛，你拿得起还要放得下才是啊。我现在放得下来，就只有这个叉子。我看叉子你都没放下啊！你想清楚了啊！有朝一日呢，尹浩然要是跟方思真的成了，那也是你助攻的哦。我那时候就只是想要整整他，让他识相一点走人。我怎么知道他会来这么吓我的一招啊？哎呀，某些人呐，以喜剧开场，没想到被人家尹浩然生生结果，去成苦情大戏了。哎，不过你跟方思照真挺配的。怎么说？他烦什么你来什么，100%的命中率啊！呸！他那么胖，那么丑，娘娘腔。娘娘腔是说男人呐。娘炮，娘炮也是啊。死相。啊，这个对了。幼稚。喂，大哥，你小学毕业20多年了，我看这幼稚病是你没治好才对啊！死不认错啊！你想想清楚啊，没准人家尹浩然已经准备了各式各样的后备方案啊！你下次再见到人家方思的时候，人家已经……你好，我是尹太太。顶你的头啊！当初谁跟我说的？我跟方思是同一阵线的，没有必要为了一个外人去起内讧啊！你看这才几天，你马上从一个内人变成一个外人了。跟你说话听见没有啊？喂，哎，哦，想去这儿啊？我熟。那吃完饭一会儿我带你去撒撒气去。我刚刚在信里的那个传真纸上看到这个会所的名字。李唐。尹浩然要带方思去这种地方，不会吧？这是我的地盘啊！那儿美女如云，那他们去这，哎呀，这画面太美，我都不敢想啊！喂，哎，你吃这么多，怎么好意思叫我买单？我已经在路上了，我把资料落在桌子上，我怕。哎，我妈在家。不放心。你不许去！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怎么知道我去哪儿啊？他约你去那种地方就是不怀好意，甚至他……你不要再无理取闹了，好不好？浩然早上急着走是为了璀璨，他愚公移私都是在为我们尽人尽力。你呢？就知道做些冲动幼稚的事情。我知道我是有点着急，但要不是因为看见你照顾我去照顾浩然是为了什么？还不是在为了你吗？你呢？还一个劲的说人家是故意的。我不用你帮我，总之你下车。我不下。傅方思，哎，小姐，你等等，要不要走啊？走，不用管。傅方思，傅方思，傅方思。先生您好，您阻碍了交通进入道，请出示您的驾照。你这样很危险，下次注意。
查清楚了，亚洲区总裁每次都是带朋友去会所消遣，他付了钱就会走的。现在已经到了机场了，你要是马上赶过去啊，应该还来得及。不行，方思的电话一直打不通啊。您所拨叫的用户正在通话，请。肯定是和礼堂在通电话呢，估计短时间内啊是不会挂的。哎，美女，看什么呢？进去玩啊！来，一起来呀！漂亮，我来，进。哎，兄弟们，我在门口找着一个美女，漂不漂亮？我是来找人的，不好意思。这有什么不好意思？来，跟哥们在一起没什么不好意思，对不对？真是，门口。来，坐，喝一杯来。我不会喝酒，我是来找乔瑞斯的总裁的，想跟他谈点事情，可能会耽误你们几分钟。来找老总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们这里可都是老总。像你长得这么漂亮，如果再有点服务意识，别说1点时间了，我们可以赏你1个晚上都行。这小手你说多？喝一个来，美女，喝一个来，喝一个啊，喝一个，喝。哎，我不喝。喝我来，喝我。来，喝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，一的，哎，有脾气啊，来喝一个，喝2米啊，喝，哎，再喝点，来，让开，方思，你没事吧？来，你说你干嘛？干嘛？走开！干嘛？快点，让开！哎呀，你们谁？你们走了！哎，说什么话？你说什么去？别动啊！让开！你别让开！进来，闹事啊！给我拖出去！这位这边请进。我自己会走。让开！方思，我们走吧。小心。走。方思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。他没有对你怎么样吧？总裁呢？他已经去机场了，先披上衣服，不要着凉了。姓尹的，在做什么？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啊！你把方思带来这边，还漏了包给你带小包。放手！礼堂，怎么样？嫌上次挨了揍还不够是不是啊？我告诉你，尹浩然，我要是你，我一定会认清事实，马上彻底消失在放肆的世界里，听到没？对不起，我做不到。